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前不久我才做一个影片说，在新的区域居然有一个大佬，他把自己战力提升到9亿了吗？同时间还出现在我画面的就有包括这个叫 Desmond 的大哥。然后我发布了这个影片，我看到评论区有不少的玩家跟我说，哎呀，议员你去介绍一下这个 Desmond 大佬，他有很多个账号，他很厉害，他很有钱的。OK， 那么就听从观众的意见，今天我们就来讲 Desmond 还有他的王国。同样的，为了了解对方的底细呢，我们当然是要开一个账号在3908这边观察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啦。那其实他们那个王国还算是挺新的，目前才 KVK 3而已，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王国现在已经是先锋王国了。还有另外一个王国3904，就是我之前所介绍的那个印尼大哥 Fancy Karate， 没错，他是来自印尼的玩家。这个我也是看了之后玩家介绍还有补充，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印尼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叫 Desmond的玩家其实他也是来自新加坡的，也就是说最近我们知道的大哥全部都是来自亚洲的。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征兆吧，因为在之前官方他们把那个关卡的时间变成差不多11点12点，就是接近凌晨10点的时候才开放，变得很多亚洲玩家其实都不想要玩这个游戏，因为太累了，门口开放的时间太晚了。所以看到慢慢有一些亚洲玩家回来玩了，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来的。那我们先说一下重点，就是叫 Desmond 的那个新加坡大哥他的账号。其实我这边看到他的账号是有3个啦，可是玩家跟我透露说其实他有4个账号，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名字也是叫 Desmond 并且战力是很高，所以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啦。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王国超过7000万战力的玩家其实就只有40位，因为他们在 KVK 3的关系啊，所以在 KVK 3呢是处于先锋王国。可是如果他进入到征服赛季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先锋王国。 OK， 我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已经在看着这个名字了，你们不要再看这个名字了那其实他第一个最高战力的账号呢，没有像之前那个印尼大哥这么强啦，就已经提升到9亿战力了。但是他这边5亿战力其实也是很夸张了，尤其是在新的王国，就有点像之前的 Nifistor 这样子。这一看他的相册呢，也可以看到在之前登峰造极的时候，他拿到的一些分数。虽然他这个分数不算是目前最高的分数啦，不过在新区域也算是挺高的分数了。我比较好奇他那时候抢的是什么皮肤，要提升到5000万分数。不过他这边王国附近提升的分数没有很高啊，其实他没有必要提升到这么高啊。对我来说，他只是个大冤种。浪费钱。然后为什么知道他是新加坡人呢？这边你们就可以明显看到了，他的护照是来自新加坡。我才发现到原来新加坡的护照颜色跟马来西亚很接近诶，并且看到他这边飞机的情况来讲呢，应该是私人飞机啊，因为就算你坐飞机头等舱呢，也未必会有这么大的空间给你，所以间接性也是证明了他的财力非常雄厚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个估计应该是有保底，并且是通用皮肤的时候吧，所以才看到其他玩家提升到这么高，他也是提升到6000万的分数。还有就是他自己去打奥林匹亚之巅，那这边看下来也是一样3个账号而已啊，所以我估计并没有传闻说有4个账号啊，他账号应该只有3个而已。而且他还做了这个类似像爸爸之前做过的图片。还有就是看他炫富自己的手表，还有他的车。手表我就看不清楚是什么手表，车的话是劳斯莱斯，手表的话应该价格也不便宜啦，我去搜索一下。 OK， 那么根据 Google 的搜索，他这个手表我看到最便宜的价格至少都要15000马币。它贵的话可能要到26000或者是29000，甚至更贵啊，所以确实这个手表也是价格不菲啊。当然我们这边也是要检查一下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他一开始就所玩的账号。那从这边来看的话，他这个账号好像一开始就是从3908就开始培养了。原来他之前的名字是叫这个，之前也是有看过他这个名字，但是他之前不是用 Desmond 这个名字啦，是后面慢慢改成叫 Desmond F2P。 我不知道他这样子的战力跟击杀为什么叫 F2P 啦。
可以看到他之前的一些记录，而且以他这个 ID 来看呢，就算之前是老玩家的账号来讲，但也不会玩的特别久，因为他这个 ID 有9位数。不过以新区域来讲，其实他这个击杀数算是很 OK 了，打的还挺多的，所以有很大概率他打架的时候呢，都是负责去补旗帜啊，或者是集结野张，负责冲锋陷阵的那一种玩家。统帅方面的话，可以看到他金色统帅也是挺多，不过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第1、第2代的统帅，毕竟他们才刚进入 KVK3 而已啊，所以那些新的统帅可能并不是很多。接下来他另外一个账号，从之前的记录来看，在4个月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叫 Welcome to 3908，后面才把名字改成 Desmond 999，并且这个账号的 ID 也是9位数，也是跟他前面第一个账号的 ID 差距不会太远啊。但是可以看到是这个账号先建立，然后才轮到这个账号建立的。不过这个账号显然他的击杀会比较少一点啊，可能他这个账号不是他主要用的账号，就是可能野仗击杀的时候并没有很多，阵亡也是稍微少一点。接着他第3个账号 1.71战力的，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账号的 ID 明显是比较早期的，并且从相册这边可以看到他之前是来自另外一个王国3851的，所以这个账号可能是他一开始最早期所玩的账号，但是现在并不是他主要在使用的账号，而且可以看到他的击杀比较起他第一个战力最高的账号还是少了1倍左右。但是他这个账号之前的名字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不确定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玩家玩过这个账号，他是购买来的。但可以确认的就是前面刚刚所提到的那2个账号呢，确实是他自己本人的账号啦。主要是因为看到这边名字跟他现在的名字关系不是很接近，而且是曾经移民过，前面那2个账号都是在3908那边所建立的。接着就是看他们王国的数据，还有以往的表现。这个是 KVK1 的数据啊，因为现在 KVK1 已经变成4个王国了，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当时候3908跟3907的击杀是偏高一点的，反而3906跟3905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可以说3908跟3907是他们的领头羊。然后 DKP 来讲呢，3908的 DKP 还是比起3907还要稍微少一点点啦，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3908玩家的表现已经算是挺不错了，蛮多玩家都是有在靠前面的位置。然后这个玩家呢，就是之前 Desmond 的账号啦，因为他那时候的名字是叫 Welcome to 3908，并且从他们联盟的介绍来看呢，他们是已经赢过2次 KVK， 也就是说 KVK1 跟 KVK2 他们都是连续胜利的。没有想到他们的击杀比敌人少一点点，还可以获得胜利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KVK2 的表现，他 KVK2 的时候应该有加入了另外2个账号哦，所以那个数据应该会稍微高一点点。KVK2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地图了，因为这边有8个王国这么多。然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数据最高的就是328亿的击杀数，他们不管是击杀还是 DKP 治疗都是领先其他的王国，但是他们的阵亡有稍微少一点点啦，阵亡比较多的反而是3910跟3898，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王国会胜利了，毕竟打的特别多嘛。然后我们看一下玩家个人的数据，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 Fancy Karate 跟 Steppenwolf 了，这个就是之前我所介绍的那个印尼大哥，但是可以看到那时候 Steppenwolf 他是在3910啊，可能他之后移民过去3904了吧，但是可以看得出为什么他的击杀为什么这么高了，因为他从 KVK2 开始就已经击杀这么多了。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Desmond 的账号，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他其中一个账号是在第3名，第2个账号是在第17名，击杀就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可以看到他这边的战损比是比较亏一点的，所以有很大可能他这个账号是用来顶住的，或者是做驻防，驻防通常报告会比较亏一点啊。他前面第一个账号的战损比就比较高一点，我们也是可以从击杀治疗来判断啦，因为可以看到他这个账号其实战力掉很多，所以有很大可能他是使用这个账号去围旗帜，就是阵亡比较多的部队，或者是拿去驻防。毕竟可以看到他的治疗比较起前面2位玩家还有后面的玩家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的，所以大概率他的部队都是直接拿去死，可能玩法有点类似像尤达这样子吧。他第2个账号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治疗是比较偏少的，然后这边下降的兵力也会比较多，但是比较起他上面第1个账号来讲呢，是算比较少一点点了。但是我搜索他那个比较旧的账号是没有出现在这边的排行榜上面，所以有很大可能他这个比较旧的账号呢
呢是在第2次 KVK 结束之后才移民过来的，否则的话他的数据应该会出现在这里才对。所以可以知道他在 KVK 2的时候其实只是在用2个账号而已。再来就是他们 KVK 3前置的一些分数啊，因为在前不久我才有分享啊，但是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数据，就是他们提升了多少，活跃度有多高。因为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可以在那个诺森布里亚的位置，其实也就鉴定了他们在前置的分数真的是比较多，所以他们才会分配到诺森布里亚的位置里面去。因为这个地图在前阵子官方才改过了那个规则，而不是通过玩家自己去选择要在哪个位置，是系统分布。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Desmond 的2个账号就是领先啊，他这边的分数总数分数有多少，他是已经超越他其他的玩家很多倍了。不过他第3个账号的数据还是偏比较弱一点啦，就是正常玩家会有的数据啦，并且从他这边数据看下来，他们的小号还是挺多的，可以看到后面小号的分数其实都有在提升了，虽然没有比起 Desmond 他自己的分数来的更多啦，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有一定的活跃度，否则的话这些小号应该不会再提升才对。我们算到分数偏比较低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吧，可以看到这边只是提升了400万左右而已，但是到这个位置呢，其实已经133位的玩家了。这里还有看他们的活跃度，就是他们打了多少次的野蛮人城寨，科技的分数，建筑的分数，资源赠送，哇，这个玩家赠送这么多资源呢、还有帮助了多少次，这个玩家是真的好活跃哦。当然还有更加活跃的，这2个玩家也是超级活跃的，可以看到他们帮助次数好多，然后打了野蛮人城寨的次数。那没有想到的就是，就连 Desmond 他自己账号也是有打野蛮人城寨，而不是说哦我是大佬我就不用打。然后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打野蛮人城寨的次数是真的有点夸张啊，然后这样这个玩家他打了805次这么多当然这个是过去30天的记录啦，但是换算下来他一天至少都要打26次到27次野蛮人城寨，是真的很佩服这个玩家有这么多时间去打野蛮人城寨，而且体力药水也是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以为这个是最高记录的时候，没有想到下面还有更高记录的，这个什么1149次，这个是什么鬼啊如果我们拿来除以30的话，也就是说他一天至少要打38个野蛮人城寨哦，哇哦，真的好勤劳啊！而且也是有挺多玩家也是打了1000多次，像这个1044、1003次、1198次、1137次。如果我们算到一个月500多次的这个玩家位置呢，总共是有125位玩家。另外一个就是玩家比较关心的，他们的礼包购买能力到底怎么样呢？当然买最多的就是 Desmond 啊，毕竟你们可以想到他这个账号要提升这么高的战力，他肯定买的礼包是特别多的。像他自己战力最高的账号呢，总共是购买了1219个箱子，当然这个是礼物啦，金箱子、银箱子、青铜、黑铁、石料跟木料的箱子总共有多少个？没有想到他黄金箱子的数量是比起其他的数量还要更多的。还有就是他第2个账号也是购买的挺多的，所以可以讲他这个2个账号的购买能力相当于碾压他其他玩家的数量了。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也是买挺多的，第3个账号总共是买了207个，但是除了 Desmond 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玩家，像这个 Bekanda 他也是买蛮多的，有375个， Slayer 也是买了319个，下面还有一个玩家也是购买挺多的，像这边有105个跟119个，分别是这2位玩家，还有一些玩家也是买了100多个。那这边的记录全部都是计算30天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除以这边的数目的话，相当于 Desmond 他这个最高战力的账号一天要购买大概40个箱子，当然不确定有哪一些金色哪一些银色的啦，但是算算下来大概就是平均一天40个箱子，所以我相信他们王国的玩家 VIP 等级应该也不会太低才对。
那么以上就是我所搜索到 Desmond 的一些数据，他的个人记录，还有关于他们这边王国的记录啊，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其实我是还蛮希望新的王国出现更加多类似这样子的王国啦，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战力都已经有100亿了，毕竟你们也知道现在万国觉醒好像没有什么新的玩家进来的所以如果可以看到新的区域有这种新的王国这么多活跃玩家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啦，至少万国觉醒不会这么快就突然之间暴毙死掉。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